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敖瑞鹏心动谁？白鹿迅猴出圈，孟子义综艺零火花。白月泛星直播，敖瑞鹏埋头干饭，被白鹿拍头训诫，迅猴互动引爆 CP 感。奔跑吧同框孟子义却无化学反应，是真情流露还是营业需要？齐迪解析天菜的磁场玄学。火锅直播封神，白鹿的驯猴艺术。2024年末白月泛星宣传直播中，敖瑞鹏与白鹿的互动意外掀起现象级课堂浪潮。干饭人设 vs 操心姐姐。当白鹿手持手机播放 OST 等待互动时，敖瑞鹏却一头扎进火锅碗，被热气遮住半张脸。白鹿无奈伸手拍其肩膀提醒别吃了，网友秒拼菩提祖师驯猴图，白鹿驯猴词条火速登顶热搜。吻戏手势变喜剧，主持人要求还原剧中吻戏，敖瑞鹏突然玩心大发，用手包裹白鹿整只手掌，吓得对方嘴歪，被旁观的常华森吐槽毒液附体。本该浪漫的互动秒变搞笑小品，反让观众直呼自然甜。磁场反转玄机，向来活泼的白鹿在敖瑞鹏面前意外显文静，而年下1岁的敖瑞鹏以阳光奶狗姿态接梗抛梗。两人虽未刻意穿情侣装，但红衣毛衣与黑白衬衫的碰撞，竟营造出居家火锅约会氛围。综艺同框真相，孟子义的无效相遇。对比奔跑吧重庆站录制，敖瑞鹏与孟子义的互动则平淡如水。任务切割零交集，孟子义因航班延误迟到，救场的苗苗反而与郑恺、张真源产生话题性互动。敖瑞鹏全程紧扣白鹿游戏环节轻搭其肩，喂食面条，甚至踩指压板惨叫时被白鹿温柔安抚。镜头扫过孟子义仅剩背景板身影。宣传本质路端倪，节目组虽安排敖瑞鹏、白鹿穿相近色系服装，但幕后人员透露此为白月泛星剧宣策略。孟子义作为单期飞行嘉宾，与敖瑞鹏无故事线捆绑，同框时连站位都隔3人。CP 感本质，营业需要与性格博弈。敖瑞鹏的情感倾向背后，实则是娱乐圈关系法则的映射。解析天菜体质，白鹿与敖瑞鹏的年下感契合市场潮流。直播中他拍头训诫的微动作，被心理学博主解读为亲密关系中的无意识主导，与彭观英和刘亦菲的双 A 拉扯，吴磊和赵露思的双强甜豆并列3大 CP 范式。喜剧张力破壁，当其他剧组吻戏还原主打暧昧拉丝时，敖瑞鹏敢用毒液式握手颠覆套路。这种反甜宠操作反而消解工业糖精感，如同星汉灿烂吴磊扯赵露撕腰带的名场面越真越敢闹。资本捆绑真相，据业内人士透露，白月泛星开拍前制片方曾对敖瑞鹏进行 CP 适配度测试，其幽默感与白鹿的接地气被判定为黄金组合。而孟子义同期在九重子与李云瑞所此 CP， 双方团队均避免交叉营销。破局者宣言，内娱不需要伪心动。当观众为白鹿驯猴疯狂时，一场变革正在发酵。营业模板过时，张颂文和白百合清明上河图密码的硬凑 CP 遭群嘲，证明强推脸贴脸海报不如放演员自由发挥。敖瑞鹏直播埋头吃肉的真性情，恰是 Z 世代反叛虚假人设的缩影。代际审美的胜利，00后观众票选最香 CP 特质中，搞笑互怼以72%碾压深情凝视。正如九重子孟子义和李云瑞靠斗嘴封神，白鹿敖瑞鹏的火锅喜剧恰恰踩中年轻群体渴求的去油腻化情感表达。敖瑞鹏的选择早已写进娱乐圈生存密码，与白鹿是资本与性格的双向奔赴，同孟子义则是泛泛之交的职场注脚。当驯猴文学冲破剧本框架时，
我们刻的从不是绯闻，而是内娱含有的鲜活灵魂碰撞。毕竟最高级的营业是忘了再营业。你蘸火锅姐弟还是期待新组合？2. 敖瑞鹏2025霸屏，角色背后藏着怎样的成长秘密？2025年娱乐圈的关键词里，敖瑞鹏绝对占有一席之地。无论是白月泛星里的范月和静渊，还是落花时节又逢君中的昆仑和白灵，亦或是7根新剪的13000朝雪怒的燕池，敖瑞鹏用一连串的角色刷新着观众的认知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敖瑞鹏能在短时间内频频霸屏？他背后的成长轨迹是否也藏着娱乐圈新生代演员的共同困境和突破？角色频换，敖瑞鹏的冒险与自救。很多人只看到了敖瑞鹏作品的数量，却忽略了他在角色选择上的冒险。从仙侠到悬疑，从古装到现代，他几乎没有给自己设限。有人说这是捞快钱，但细看每一个角色，你会发现他在用心诠释不同的人生。在娱乐圈，流量和口碑往往难以兼得，敖瑞鹏却选择了多线并进，这其实是一种自救。在竞争激烈的市场里，只有不断突破自我，才能不被淘汰。每一个新角色都是他成长的见证，也是他对未来的下注。未完待续的故事是演员的真实写照。敖瑞鹏曾说，角色永远是成长的见证，故事也一直是未完待续。这句话听起来像鸡汤，却是娱乐圈最真实的写照。演员的成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，每一部剧，每一个角色都是一次新的挑战和蜕变。观众看到的是角色的光鲜，演员经历的却是无数次试镜、磨合，甚至被否定。敖瑞鹏的霸屏其实是他用汗水和坚持换来的结果。每一个未完待续的故事背后，都是他不服输的倔强。新生代演员的困境与突围，你感同身受吗？敖瑞鹏的2025年不只是个人的高光时刻，更是新生代演员群体的缩影。如今的娱乐圈更新换代极快，机会稍纵即逝，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？敖瑞鹏用实际行动给出了答案，不设限，不停步，敢于冒险。这份勇气和坚持，其实和每一个普通人一样，我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经历着成长的阵痛和选择的焦虑。敖瑞鹏的故事，或许正是你我生活的缩影。你期待敖瑞鹏的下一个未完待续吗？2025年，敖瑞鹏用一部部作品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和野心，但他的故事远未结束。下一个角色会带来怎样的惊喜？他的成长还会遇到哪些挑战？29岁敖瑞鹏打破局限，从无名到爆红，他的逆袭你信吗？敖瑞鹏这个名字曾经似乎和刘亮华不上边，他没有家庭背景，也不是从小就站在聚光灯下的那类人。你想，他怎么会在这个被光环装饰的娱乐圈里找到一席之地？不，他并不是靠着一夜爆红掉进这个圈子的，他是靠着那份不怕失败、不断折腾的死磕精神，一步步闯出来的。还记得他刚火的时候吗？不是靠着什么惊艳的台词，也不是倚仗什么超级剧本，而是因为一个简单的视频，那段吃汉堡的瞬间，忽然被某个看似无关紧要的圈子注意到。你觉得这是不是天降好运？好吧，确实有点像，但其实背后是无数个看似偶然，却又异常努力的坚持。不过，光凭那一视频的火爆，是不可能撑得住整个娱乐圈的。其实敖瑞鹏真正的打破天花板，并不是在某个节目或剧集里一夜成名，而是在他反复试探自己极限的过程中实现了质变。这就好比你以为他在少年歌行里表现得如鱼得水，是因为他天生适合角色？倒也不完全是，人家准备了整整半年。
他亲自参与了每一场战斗场面的排练，哪怕是最复杂的武打戏，也都亲力亲为。这股拼劲和投入的态度，才是他真正爆红的秘密武器。然而，真正让他站稳脚跟的，还是《朝雪路》里的燕池。这个角色不仅仅是个将军，他在戏中既冷酷又充满情感层次，而敖瑞鹏把这一切演绎得淋漓尽致。你知道吗？他在片场练了多少次武术，才有了那个战场上英勇无畏的样子？就连他和女主的感情戏，也有一种说不出的默契。你看似冰冷，但又在某一刻迸发出巨大的情感冲击，这正是他作为演员最具魅力的地方。再回到他爆红的那个汉堡视频，如果你以为敖瑞鹏一切是偶然，那就大错特错。今天的他是经历了多少次的失败，多少次被人认为不够好，才站在了这个舞台上。他总是说，每一次失败都是让我更清楚自己能走多远的机会。听着是不是有点励志？但这是他真实的状态，不仅仅是拼命演戏，而是敢于突破每一个极限的勇气。当然，粉丝们是怎么看的？我的说，这个圈子里的粉丝文化真的很有趣。敖瑞鹏的粉丝，从最初的一些网友到现在的忠实铁粉，变化可大了。大家开始关注的不仅仅是他的外貌，而是他每一次在角色中的成长和深度的体现。记得《朝雪路》播出的那几天，网络上满是对他演技的好评，粉丝们频频在社交平台上发图发文讨论每一集的新进展，这波热度简直要赶上刚刚爆红的明星了。但是，敖瑞鹏在娱乐圈的底气到底来自哪里？其实，说到底，他的底气并不是来自某个高端家庭，也不是一块石油田，它来自于一种在荧幕上磨练自己，在现实中挑战极限的原力。每一部剧，每一个角色，都是他人生中一个不小的挑战，而他真的是在这过程中把自己活活打磨成了现在的模样。总之，敖瑞鹏就是那个打破常规，坚守初心的年轻人。看似平淡无奇的起点，靠着坚韧和不懈的追求，最终一步步走向了天花板。或许未来的某一天，我们依旧能看到他用角色的突破，不断推高自己演技的天花板，但我们最期待的，还是他在更高舞台上的表现，能带来更多的惊喜。所以啊，你说，这一路走来的敖瑞鹏，是偶然还是必然？谁知道呢？但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即使别人都认为你不行，你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证明。我行的，你是否也在自己的生活里经历着未完待续的成长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故事，让我们一起见证敖瑞鹏，也见证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。